Hello， 欢迎收听 Talk Taiwanese Mandarin， 我是 Abby。最近我跟一个我的学生聊天，他说他以前来台北待了1个礼拜左右，他觉得在台北吃素不是很容易。他说可能是因为那时他的中文不太好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跟老板或是服务生说他的需求，所以他就问了我的看法。因为我最近在尝试吃素，那我今天这一集就想跟大家聊聊在台湾吃素到底容不容易。在台湾其实吃素的人口很多，根据报道，台湾素食人口有300万人，占总人口 13%， 在世界排名第2，等于台湾每10人就至少有1人吃素。我看到其实有点惊讶，全世界第2居然有这么高，这样看来在台湾应该非常的素食友善咯。但是台湾的素食人口其实跟一般西方国家不太一样。一般西方国家很流行 vegan， 大部分人是因为环境还有动物而吃素。这些 vegan 中年轻人占大多数，意思是大部分的 vegan 或是 vegetarian 是年轻人。而在台湾有很多人是因为宗教的关系而吃素，像是佛教和道教，而这些人大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，所以台湾的素食人口是年纪比较大的，这是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地方。但是这几年受到国外的影响，在台湾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因为环境还有动物的关系开始吃素。之前我住在墨尔本，那里超多 vegan，我身边的朋友几乎不是 vegan 就是 vegetarian。 那以前我在那边的咖啡店工作过，每间咖啡店一定都会有植物奶、豆奶和杏仁奶，这2种植物奶是每间咖啡店必备的。我还有在一家 vegan 的咖啡店工作过，我们还有燕麦奶还有椰奶，很多选择。所以当我回台湾以后，我去咖啡店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咖啡店都没有植物奶，只有牛奶，这让我很不习惯。我想台湾吃素的人口这么高，为什么咖啡店却都没有植物奶？我想了想，应该是因为台湾的吃素人口大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，而喝咖啡的人，特别是咖啡加牛奶，大部分是年轻人。所以台湾对植物奶的需求比较低，咖啡店就都没有卖植物奶。而在国外吃素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，年轻人又爱喝咖啡，所以对植物奶的需求很高。如果一家店不卖植物奶，那等于是不想赚钱了。不过刚刚我提到，受到国外的影响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吃素。最近我注意到越来越多咖啡店开始卖植物奶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我最近开始戒奶制品了，就是我不喝或是不吃牛奶还有牛奶做的东西了。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奶对我的皮肤不好，但是我很喜欢吃 cheese， 很难戒掉奶制品。但最近我看了一些文章以后，我觉得牛很可怜，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喝牛奶了。那我非常爱喝红茶加牛奶，之前咖啡店都没卖植物奶，让我很痛苦。现在越来越多店开始卖植物奶，我终于又可以开始喝了。不过目前还是没有到很普遍，大部分的店其实还是没有，希望可以越来越普遍。除了咖啡店的部分，那餐厅呢？在台湾吃素到底方不方便？台湾有非常多的素食自助餐或是素食小吃店，所以如果你想吃素食一定找得到。但是跟国外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国外的餐厅大部分的菜单都有素食的选项，
就算不是素食餐厅也可以吃到素食。可是台湾的非素食餐厅或是小吃店就很少有素食的选项，还有就是国外的素食餐厅种类也比较多。有时候我不太喜欢吃中式或是台式的素食，偶尔吃不错，但是常常吃就会吃腻。我最喜欢的素食是墨西哥菜和印度菜，因为好吃又有足够的蛋白质，营养比较均衡。但是这些餐厅在台湾就没有很普遍，只有在台北市区比较多而已。最后，要是你去一家餐厅，菜单上面没有素食，要怎么办呢？我常常去一个餐厅或是小吃店，看到菜单上没有素食，我就会问老板或是服务生，请问这个可以帮我做素的吗？你只要告诉他们你不吃什么，大部分的店家都会尽量帮你做。有时候只要请他不要加一些食材，就可以变成素的。有一次我去一家披萨的餐厅，菜单上面只有蛋奶素的选项。蛋奶素的意思是有加蛋跟奶，等于是 vegetarian， 可是不是 vegan。因为我不吃奶，我就问服务生可不可以帮我做素的，不要加 cheese。他们就帮我做了素食版的披萨，所以只要跟他们沟通，大部分都会帮你做。因为素食分成很多种，这个有点复杂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有一个种类叫做五辛素，在台湾如果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吃素，这些素食者是不吃葱、蒜等这些东西，叫做五辛。所以要是你说你吃素，他们可能会问你，你吃葱蒜吗？或是跟你说这个有加葱蒜可以吗？像我就常常被问，那因为我不是因为宗教的关系，对我来说就没差，我很喜欢吃葱蒜。好，讲了一大堆我的经验，希望你们对台湾的素食文化比较了解了，欢迎你跟我分享你们的经验哦。最后我要来念一位听众给我的留言，有一位听众叫做 Brio， 如果我念错的话就不好意思了。Brio 他说英文，那我就写，然后就把它翻成中文念出来。他说太棒了，很难找到中级程度的资源，更何况是台湾华语的。从现在开始我会更常来台湾，所以学到对的词汇还有口音真是太好了，我很期待更多集。谢谢 Brio 的留言还有支持。那我还有收到其他听众的支持，但是他们没有留名字也没有留言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谁。不过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，因为你们的支持，我最近买了一个新的麦克风。我从第13集开始就是用新的麦克风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，不知道听起来有没有比较好，音质有没有比较好。对，所以你们的支持可以帮助我做品质更好的节目，感谢大家。如果你也想要给我支持的话，欢迎你去我的网站，你可以在 Ko-fi 上面给我支持，或是加入我的 Patreon 支持我制作更多的节目。有任何的问题和意见也欢迎留言跟写信给我。你可以去我的网站看文字稿，去我的 YouTube 频道 IG 追踪我，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帮我评分，给我鼓励，让更多人知道我的节目，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